江揽月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敢这样怠慢我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把我的费用提到1500万，我们之间的合作免谈。好啊，那我们的合作就此作罢。什么？我可是目前唯一的天王，没了我，你们上哪找人？我已经找到了比你更有才、更货真价实的天王。谢奇，是你啊？难道那个新的电台主持人也是你？没错，就是我。我会把我失去的全都夺回来，还不快滚！渭城朝雨清柳色，斜楼主峰许春月。春日的雨点落在礁石，落在岸堤，落在爱人的心头。欢迎收听华夏之声，我是主持人谢清歌。是谢清歌？怎么，你也认识她？谢家三姐妹个个有本事，大姐谢清歌是华夏第一主持人，二姐谢南枝更是创建了整个谢氏集团，三姐谢若芙是年纪最小的影后。看来三个姐姐都靠我留下的书本、剧本和商业计划书功成名就。你真好。你要写语，就不能只写语，要写辅助合一的连绵与布局，写海棠娇艳蛙声片片，写少女心事的难言眸里透着甜，最后陡然折笔，写出词的下半段，存着说不出的思念。5年了，姐姐们和奶奶一定是太忙，才一直没来监狱看过我。你看看这稿子写得多好！哎，听说这谢家三姐妹的成功都离不开她背后的弟弟。谢家三姐妹的成功都离不开她背后的弟弟谢永安，才华横溢，如今更是当代歌坛的天王，真是佳话呀！是啊，只是他们的另一个弟弟就没有谢永安那么有才。另一个弟弟啊？这谢家姐弟一共4个，哪来的另一个弟弟啊？姐弟4个？是啊，不过这3年你也怪可怜的，没有一个人来看你。现在可是得了胃癌，马上就要出去跟家里人团聚了，度过剩下的日子吧。没有你这样的劳改犯孙子！10年前，大姐就不应该把你从孤儿院里接回来。竟然敢说这些书稿剧本都是你写的，你还替佑安顶罪！你污蔑佑安就算了，你还用苦肉计骗我们，说自己得了癌症。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不想要钱，我只是想和姐姐们团聚。大姐，我只是不想让大姐失望。哥哥，我知道你觉得我就是一个养子，不承认我是你的弟弟，但是你也不能这样污蔑我。杂种，谁让你回来的？杂种，谁让你回来的？你要是不回来的话，谢家的财产、姐姐的宠爱就都是我的了。姐姐，你们别怪哥哥，都是我不够好。没有。你还敢伤害佑安！大姐，你一定相信我的，对吧？我这一生做过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把你从孤儿院接回来。后悔，和你和他们一样，出来一起。
哥，你救救我！你救救我！哥，你救救我！哥，你救救我！我超速驾驶撞了人，警察马上就来了，你帮我顶罪啊！这是重生了，重生到3年前给谢佑安顶罪的那天。你肯定也不想让别人觉得那些书稿什么的都是我这个罪犯写的吧？这些年，你抢了我那么多东西，现在还在这威胁我。没错，那些东西是我抢你的，但是大家都以为那是我写的。我向你保证，只要你帮我顶罪，我会告诉姐姐们真相，会把属于你的一切都还给你的。上一世谢佑安就是用这套说辞欺骗我帮他顶罪，但是我已经不是当初的我。你这个眼神看我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要是进去了，你那些姐姐的名声也都不保。我那些姐姐们，没错，她们可都是你的亲姐姐，和我没有半点血缘关系。你敢打我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打我的话，姐姐们不会放过你的。畜生！你居然欺负佑安！佑安，你没事吧？没打到亲孙身上，打到养孙身上，这么大根棍儿得有多疼？你怎么用佑安打棍？草包，你还敢躲？本应该就是你替佑安挡棍。不让我打棍，那你躲什么呢，二姐？我躲，你能跟我比吗？你能跟佑安比吗？佑安2天作词，3天成曲，你个草包，拿什么跟他比？哎，你竟敢打我！不是二姐，你问我有什么脸吗？谢奇，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吗？二姐不过教育一下你，你还敢还手？这么多年教给你的规矩，都进狗肚子里去了。差点把你给忘了，好三姐！你目无尊长，给我滚出谢家！这可是你说的，老太婆。哥，你别走！你让他走！不行啊，哥哥他超速驾驶撞了人，让我去顶罪，警察就在外面等着抓他呢。要是哥哥走了，我就要被抓进去了。好啊，原来你想要佑安给你顶罪，结果佑安不同意，所以你在这装疯卖傻是吧？是你肇事逃逸，还让佑安给你顶罪，结果佑安不同意，所以你就在这装疯卖傻是吧？真是杯好茶呀！若甫，你去把警察找来，不要让这个草包给跑了。你好，我们正在找一名肇事逃逸的犯人，请你配合。哥哥，你快自首吧，警察会宽大处理的。你快点认罪啊！万一事情闹大了，你想让姐姐们丢人吗？这怎么回事？大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！谢奇他肇事逃逸还不承认，还想要佑安替他顶罪。大姐，你会和他们不一样吗？不可能，我相信小七，他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。大姐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相信他？既然有人不承认，那就调监控。不能调监控。佑安，别害怕，有些人是看见了黄河才会死心，
我们调了当时路段的监控，由于速度过快，只能拍到一个模糊的身影。幸好我当时车速够快，回来以后就把抢了谢奇的衣服放回去了，什么都没拍到。这件衣服不是我送小琪的那件吗？你们能认出录像里的人是谁吗？这画面这么模糊，这谁能认得出我？既然如此，那谢请二位跟我们一起回去调查吧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请二位跟我们一起回去调查吧。姐姐们，我还有好多书稿没完成呢，我不能进去啊！大姐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警察同志，我知道肇事逃逸的人是谁，是我的弟弟谢奇。大姐，你认为是我干的？小琪，我知道你年纪小，害怕承担责任，但是我认出来了，那件衣服是你过生日的时候我送给你的。警察同志，从现场看，司机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？速度很快，技术娴熟，应该是个经常开车的老司机。你问这些干什么？这么明显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压根就不会开车，我连本驾照都没有。小琪没有驾照，这怎么可能？而且那件衣服从你送我当天开始就被你的好弟弟给抢走了，我一次都没穿过。有啊，好消息，刚刚我们调取了周围的监控，并且联系技术部门进行了视频慢放修复，现在已经可以看清楚人脸。不行，再查下去我就被发现了。不会是哥哥无证驾驶了吧？不要再查了，没关系的。如果一定要有一个人坐牢，那个人就是我了。谢奇，你还不承认吗？都到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让佑安帮你顶罪？小琪，只要你好好进去改造认错，很快就出来了，到时候你还是姐姐们的好弟弟。不是我干的，我认什么错？大姐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谢奇就是一个没教养、没担当的人，他一点都不像我们谢家的孩子。谢奇，你让我太失望了。今天我一定要让你受到应有的惩罚，这样你才肯真心悔过。大姐，佑安，你别怕，大姐不会放弃你的，她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的。把录像拿出来吧。这下证据确凿，我看这个草包还怎么解释？等等，监控里面的那个人好像是佑安。等等，监控里面的那个人好像是佑安，真是佑安？怎么会呢？为什么不是谢奇那个草包？果然，就算知道了真相，他们对我也不会有丝毫的改观。亏我上一世为了他们。佑安，不行，我不能坐牢，我还有好多作品没完成呢。你敢发誓那些作品都是你自己做的？哪一件不是你处心积虑从我这抢走的？你说这些作品都是你写的？佑安给我写的商业计划书，让我拓展企业版；给三妹的剧本，让三妹得到了影后；书稿也让大姐成为了大夏第一名。你呢？既然如此，秀安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大姐，我是为了给你写稿子才超速的。等一下，我愿意联系受害者家属，替佑安磕头谢罪。我愿意联系受害者家属，替佑安磕头谢罪。对，只要佑安没事儿，我们什么条件都答应。我也马上去筹集资金，去请求他们的原谅。小琪，只要你进去好好改造认错，很快就出来了。到时候你还是姐姐们的好弟弟。我早该想到，就算都是弟弟，
在大姐心里，我也比不过谢有安。这其实是最好的解决方式。施外人那边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只要你们私下协商好，我们这边都是没有问题的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好好协商。悠安，你放心，不管花多少钱，我都不会让你坐牢的。这姐弟情深的戏码，你们演就够了。小七，你去哪儿？小七，你去哪儿？小七，你去哪儿？去哪儿？你不觉得我在这个家很多余吗？你要弟弟，有谢欧安一个就够了。你说什么呢？你们都是我的弟弟，我对你们都是一样的。够了！你好好想想，我要被抓去坐牢的时候，和谢幽安要被抓去坐牢的时候，你都是怎么做的？我就是一时太着急了。小七，就算是你去坐牢，大姐也不会坐视不管的。你这话听着让我觉得恶心。我本以为你和这个家的其他人不一样，没想到你只是比他们多层虚伪。从今往后，我和你还有谢家恩断义绝，势不两立。从今往后，我和你还有谢家恩断义绝，势不两立。小七，你真的要和谢家断亲吗？我们是冤枉了你，但那都是为了你好。大姐是怕你走了弯路。为了我好，我被冤枉成逃犯的事，你们怎么不想着为我洗刷冤屈？真相揭晓的瞬间，还想拿我去顶罪？是，就是因为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没有教养，是你们口中所谓的草包。你们对我的成见就是一座大山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你们说我没有教养，我从小在外面流浪，我吃饭靠墙，穿衣服靠墙，我要有教养，我怎么活？小七回家之前，居然过得这么苦。谢金哥，当年你来接我的时候，我一直以为你会把我当亲弟弟一样，不会再让我过那种受别人白眼的日子。来到谢家之后，你们说我会贪慕虚荣，我就一直住在地下室，没有碰过一丝一毫你们的山珍海味、锦衣华服。结果你们又说我没有才华，是个草包。于是我就没日没夜的拼命学习，拼命读书，拼命写作，我就想证明一下我自己。结果还是错，你们只会相信那个狗东西从我这里抢走的作品。陈建这座大山，我凿了7年，几千个誓言，却终究没有能凿开你们看不起我的眼。小七，我们不知道。你们不是不信那些作品都是我写的吗？你们不是不信你们今天的成就都是靠的我吗？我就在这些地方，一个一个全都踩在脚下。小七，小七。没想到我对他忽视了这么多。大姐，你对他够好了，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就是，他还说那些作品是他写的呢。他走了也好，他出去之后才知道我们对他有多好。华夏第一电台主持人是吗？谢清哥，那我就先从你开始。这群人都是干什么吃的？这么多的人，没有一个能干得过谢清哥的吗？台长，外面有位男士找您。不见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今天的节目要是再没有起色，电台就完蛋了。我哪有时间见那些乱七八糟的人？那如果我说我能打败谢清哥呢？金哥，
现在到了我们收购11电台的关键时刻，台长嘱咐你，一定要用收听人数压死他们。放心。欢迎收听华夏之声，我是主持人谢清歌。人这一生总要记住些遗憾，且听风吟，恰似一语。窃听风吟，恰似一语，忽隐忽现，如在你耳畔呢喃，温柔且平淡。谢清歌，我当年写下这些的时候，没想过你会这么偏心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我怎么会相信一个完全没有电台经验的素人呢？还是在黄金时段，这要是没有水花，我真成罪人了。那咱们还播不播了？播？怎么不播？哪怕就只能恶心他们一下也好。让谢奇快开始。好。大家好，这里是11电台，我是你们新朋友谢奇。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故事。在此之前呢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知道为什么越大的鱼越不能吃吗？这个电台换什么新人啊？大鱼为什么不能吃啊？一顿吃不完放坏了呗，真是的。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是吃什么长大的。故事发生在10年前，我家后山有一块湖，早些年经常淹死鱼，没什么人过去的，反倒是这湖里的鱼长得是又肥又大，只要到了晚上会成群结队的从水里冒出头，眼里泛着红光，死死地盯着岸上的人。村里的人都避之不及，唯独我舅爷爷最爱吃那湖里的鱼。我爹从小是舅爷爷养大的，于是每天都去后湖里给他抓鱼吃。但是我娘不让。不就是抓条鱼吃吗？这有什么不愿意的？我娘拉着我爹小声说，后湖的鱼吃什么长大的你不知道吗？流血的男人去年掉进湖里，捞起来就只剩骨头架子了。这鱼竟然是吃人长大的，这故事有意思。喂，你们快打开11电台，今天说的这个故事有点意思。台长，您不进去听听吗？谢奇的故事还挺有意思的。那咱们现在有多少收听人数？6万多，已经比平时多很多了。那谢清哥他们呢？还是2000多万。完了，完了，电台完了呀，完了！我爹刚要说话，舅爷爷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，看着我爹。柱子，你还记得当年全村旱灾，你爹你娘全都饿死了，我带你跑到后湖，从湖里捞上一条精瘦的鱼。我和你刚把鱼烤好，就被村口老李找到，想要抢鱼吃。我和你合力把老李推下湖，立刻一大群鱼全都围了上来。原来不光人饿，鱼也饿。那鱼，那个鱼，你干什么？我晚上没吃饭，你能把桌子上的鱼给我吃一口吗？你吃什么吃啊？吓死我了！我去，这个剧情吓死我了！哎，这个剧情刺激啊！好久没听过这么刺激的故事了。你们不觉得这个主持人讲故事也很厉害吗？太有感觉了！你怎么又出来了？台长，好消息，谢奇的故事热度飙升，在线听众已经突破1000万了，真的。行。听众朋友们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怎么样？
佑安的这篇稿子写得特别好，收听人数一定突破历史记录了吧？热度最高只达到了2100万，但是现在只有1200万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很多听众都去了11电台，他们新换了一个主持人，故事讲得特别好。我来听听。只见我爹拿出一个麻布袋子，接着一股腥臭腐烂的味道飘到我鼻腔里，我刚要干呕，被我娘一把捂住口。这电台主持人的能力也太强了吧，完全不亚于大姐。就是，我爹又从腰间拿出砍刀，砍下肉块扔到湖里，原本平静的湖面突然沸腾起来，几百条鱼在月光下迅速游动，肉眼可见的开始变大。我爹眼疾手快地抓到其中最肥大的一条鱼，突然那条鱼死死盯住我和我娘，嘴里发出人的尖叫声。这个主持人最起码有20年的播音功底，就是声音怎么听起来那么耳熟？这是11电台新主持人的资料。谢奇，你认识？那你一定要把他挖过来，他会是我们电台最大的威胁。大姐，大姐，怎么了？洛福，最近小琪有和你打电话吗？大姐，你没事提他干嘛？那么扫兴。你要没事的话，我跟三妹接着听那个电台故事了哈。等下，你们也在听11电台？是啊。你们没觉得这个主持人声音很像小琪吗？你不会觉得这个电台主持人是谢奇吧？怎么可能是这个废物草包？就是。没事，我可能就是最近太担心他了。你们有空的话多联系一下他。行了行了啊。金哥，这个新主持人势头这么猛，不会超过我们吧？不会，没有人会超过我谢清歌。接下来我会唱一首我弟弟佑安为我写的原创歌曲，歌曲首秀。太好了，谢奇，咱们收听人数破1000万了，咱们电台有救了。那超过谢清歌了吗？这倒没有，不过已经很好了。不好了，台长，谢清歌说他要唱歌。唱歌？谢清歌这么快就要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了吗？他一个主持人，好好的唱什么歌啊？谢奇，没事儿，你先稳住，不行就把刚刚那个故事再说一遍。今天晚上这个人数，咱们肯定超不过谢清歌了。谁说超不过？他唱歌嘛，那我也唱。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回来。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我弟弟谢佑安为我写的原创歌曲。华夏第一美女主持要唱歌了，大家快去听啊！真的？哎，快去快去！还是他弟弟谢佑安、谢天王原创的。天哪，这也太好听了吧！不愧是谢天王，这也太有才了，收听人数一定爆了。这个谢清歌，我们的观众因为他都跑光了，气死我了。谢谢，你确定你要唱歌？你肯定打不过谢清歌的，他的歌都是谢佑安为他量身定做的。谢佑安可是知名的创作人。谢佑安可是知名的创作人。放心，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故事结束之后，
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我的原创歌曲。这个电台主持人好像和谢清歌更上了，都是唱歌。那我为什么不去听谢清歌唱歌呢？真是。要穿越迷雾季节，结局早写在启程的章节。我知道人生没有完美结局，所有眼泪都值得被珍惜。不管结局是喜无论结局是喜是悲，最后的旨意。唱西北的纹路是命运的诗句，我知道悲伤会开出勇气。喂，都过来听歌，这个歌唱的太动人了，都来听啊！这简直就是下一个金曲奖冠军呢！听众朋友们，感谢今天大家的陪伴，我们明天再见。收听率怎么样？今天收听率达到了2500万，但是没有压过11电台。这怎么可能？唱得真好，台长，在线人数。我知道谢奇这首歌虽然确实很好，但谢清歌他实在是太强劲了，就算没有打过他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不是的，台长。不会吧？不会连他们的零头都没有吧？这首歌可是金曲的水准啊！不是的，台长，我们的在线观众和谢清歌的持平了，都是2500万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们和谢清歌打平了，居然持平了，居然持平了。是的，11电台也唱了一首原创歌曲，虽然我们看着没输，但是对面主持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主持，他也是原创歌曲，也是叫谢奇这个名字。他真的不是你那个弟弟？他要是我的弟弟，我做梦都会笑醒的。那我们明天怎么办？明天，佑安，我的亲弟弟佑安一定会写出更好的作品。谢奇，不管你是谁，都不会比佑安更优秀。佑安啊，你那里现在还有新稿子吗？之前那些稿子这么快就用完了吗？我最近忙着写歌，没时间写稿子。佑安，你之前不是这样的，只要我需要，不管多忙你都会写的。最近怎么推三阻四的？最近怎么推三阻四的？之前都是谢奇那个傻逼掏心掏肺的给你写，现在他走了，我可不愿意当你们的细胞。大姐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平时没有这么急躁的。是11电台那个新主持人，昨天第1天主持，数据就和华夏之声齐平了。11电台，那不是我们昨天看的那个志怪节目吗？是啊，说起来，那个新主持人和小齐还重名呢。就谢奇那个废物，他要真的那么有才华，我们也不至于那么嫌弃他呀。所以你们最近联系他了吗？他要是在外面过得不好，你就灰溜溜的回来了呗。小齐他再怎么说也是我们的亲弟弟，再没规矩没教养，也要接回家的。到时候我再好好教他就是了。知道了。佑安，你真的不能再多写几篇稿子了吗？你之前都让我当上华夏第1主持人了。大姐，不如今晚我和你一起去电台，这样电台和我就是双赢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谢奇，我听说今天谢清歌要邀请谢佑安来电台唱歌。谢清歌没想到打败你的时机这么快就来了。好，我知道。那可是谢佑安谢天王，你怎么这么淡定？你知不知道他有多少粉丝，有多少人会为了他来看节目？那又怎样？你不明白。算了，今天你还是继续讲你的志怪故事，只要能稳定一些观众就可以了。不，我也要唱歌，我要根据来电听众的故事现场编歌。你怎么还在11电台待着？快去华夏之声，谢天王要在那里唱未发布的新歌。未发布的新歌，还是在自己姐姐的节目上演唱。天啊，这姐弟情也太好磕了！你要是也能给我这样一个弟弟就好了。
啊，今天是大姐和佑安第一次上节目，可是我也很想听昨天晚上那个节目，啊，怎么办啊？按道理来说，我们应该支持大姐的，但这个故事一天不听，咱们就接不上了呀。我知道了，我们这叫打探敌情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不讲故事。谢谢，你真打算唱歌？我们的电台热度都被谢青哥给抢走了，现在的在线人数连300万都不到。放心，今天我一定会筹获谢新哥的，并且让他再也翻不了身。接下来，我将随机接听一位听众的电话，并且根据来电听众的故事，创作一首原创歌曲。根据故事现场原创？哼，这家伙没睡醒吧？以为自己是谢天王呢？哼。有请我们第一位听众。主持人，你真的可以根据我的经历创作一首歌曲吗？当然。我被我女朋友绿了。嚯，第一次听到给自己戴绿帽子。我被我女朋友绿了，她不仅在床上喊错了我的名字，她还怀了别人的孩子。大家快去11电台，有大瓜！能有什么大瓜？不就是唱歌吗？还不如去听谢天王的。有人在电台说自己被绿了，女朋友甚至都怀了别人的孩子，让主持人根据他的经历写歌呢。我去啊，那么炸裂！哎，我去看看。准确来说，我不是最近才知道我被绿的。我一直都很喜欢我女朋友，从大学开始就一直追她，给她和她的男朋友买早饭。她一开始很抗拒，可是后来慢慢的接受了我。这不就是舔狗吗？直到去年她终于同意做我女朋友了，但是直到上个月，她告诉我说她怀了前男友的孩子，她要分手，我不愿意。我跟她说，你把孩子生下来，孩子我养，我跟孩子姓。接盘侠。她上了我的联系方式，我才知道她从来没爱过我。主持人，我的故事讲完了，你什么时候能把歌写出来？你放心，歌我已经写好了。霓虹在云雾里摇晃，人群推着我往前闯。你说要在这人海中央，等我找到你眼里的光。我穿过喧嚣的人墙，却找不到你的方向。心跳声在耳边回响，淹没了所有呼喊声响。谢奇居然真的写出来了。我在人潮里张望，你像孤岛在摇晃。若这喧嚣让你心慌，我愿做你最后的港。就被倒影。哇，真的写出来了，真的写出来了，还这么好听。就被倒映，这就是光。谢天王的新曲演唱完毕，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歌，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进行点歌哦。怎么样？今天的热度压过11电台了吧？今天只有1000万热度。什么？欢迎第一位听众来电。哎，你好，这里可以点歌是吧？是的，只要是天王谢佑安的歌都可以。那你根据我的经历，给我定制一首歌吧。定制？定制？是啊，你们不是11电台吗？抱歉，我们这里是华夏之声。新哥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电台的收听人数已经跌破500万了。那是我想办法就有用的吗？指纹在 baby 表上长，
你手摇在这人海中央，等我接中你坠落的沙。我数着人群。喂，帮我联系我给你发的那个人，我出500万，不，我出1000万，一定要把他挖到我们公司。现场原创歌曲，这种事情连我都做不到，他怎么可能啊？我倒要看看这个主持人到底是何方神圣。你想不到在摇晃，若这喧嚣让你心慌，我愿做你最后的港。你觉得这首歌怎么样？是我给你的自由过了火，唱得太好了，完全唱出了我对这段感情的感受。好，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。哎，大姐，他不是可以现场创作吗？不如我们打个电话过去，让他写一首。是啊，像他这种哗众取宠、沽名钓誉的人，就应该身败名裂。是11电台吗？你们是不是可以根据听众故事写歌啊？我这里刚好有一个好故事。这个声音好像是大姐谢青歌。好，请说。我有一个流浪在外的弟弟，前段时间把他接回了家，给他最好的物质生活，还送他去最贵的学校，每个月还给他500万零花钱，但是他丝毫不知感恩，还离家出走。老婆，你听这个11电台了吗？这个弟弟简直太不是东西了，全家对他这么好，他竟然离家出走，这不是白眼狼吗？啊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像大姐啊？真的很像。不会大姐在给这个电台打电话吧？啊，果然是我的好大姐。既然你想让我被外人唾弃，那我就好好给你唱唱。相信广大听众也都很好奇你这个弟弟的事情。你问，你说你给他最好的物质条件，那他每天吃什么，住在哪儿？当然是吃山珍海味，住大别墅了。那请问他吃的是海鲜还是鲍鱼？住的又是别墅的哪一间呢？奶奶住在1楼，2楼是我和洛夫，3楼是佑安的创作室，小琪她住在地下室。原来是住地下室，那吃的也是残羹剩饭吗？你懂什么？我们是为了他好，避免他养成骄纵浪费的坏习惯。好，那我再问你，你说你送他去贵族学校，那他学的是哪些科目？每个月的500万零花钱有转账记录？我就这还接弟弟回家，这不是找下人虐待吗？歌我已经写好了。歌我已经写好了。不知征战夜风低回，残叶打着下坠，挥剑勾住往事余味，口间哼着古老真味，墨色翅膀划破深邃，瞳孔倒映众生卑微，当晨光刺过所有虚。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写出歌，这我都做不到啊！怎么可能啊？这什么意思？明火火的说我心黑，还说我死皮赖脸。我是真的爱小琪，真的对小琪好，他怎么敢挑拨我们姐弟之间的感情？佑安，你跟我去到11电台，和那个主持人一决高下。大姐，我还要去造星娱乐签约，我就不去了。好，你不去，我自己去。
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听众朋友们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。谢奇，你居然真的做到了！咱们电台人数超过了3500万，死死压住了谢青哥。看来我那个好大姐已经尝到失败的滋味。你都不知道，电台电话都被打爆了，都是来找你签约的，甚至还有造星娱乐的总裁江揽月。3首金曲也成功动摇了谢佑安的地位。接下来就是影后谢若忽，商业奇才谢南之，我一定让你们尝到后悔的滋味。你们有预约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见一个小主持人，还需要预约？我管你是谁，就算是联谊姐妹、全球音乐、英华娱乐、滚石唱片，想见谢谢主持也需要预约。什么？你就是2天创造了3首金曲的电台主持人？没错，就是我。我是造星娱乐的总裁江揽月，我想邀请您跟我们签约，与我们合作。造星娱乐，上一世谢佑安就和他们签约的。今天不是谢佑安签约的日子吗？和你签约？你知不知道，他已经跟我签了长达10年的劳动合同？你知道你得赔多少违约金吗？只要谢奇愿意，造星娱乐愿意赔偿所有违约金，并开出1000万的片酬。1000万？是谢奇这么有才华，你也不想他被埋没吧？你走吧。你真的愿意？没错，我知道，我们这个电台也只能是你的踏板，只是可惜了，这个节目刚有起色。你放心，就算我走，也不会不管你们的。我已经把剩下的志怪小说全都写出来了。太好了，谢谢，太谢谢你了，这样就算没了你，电台也还能活着。我愿意和你签约，但我要的报酬是造星娱乐50%的股份。50%？你知道造星娱乐50%的股份是多少吗？那是几百亿。我知道，我用歌曲入股，就那3首金曲，是几千几百首金曲。你们造星娱乐把我找来要和我签约，现在连个人影都见不到。我们总裁现在不在公司。不在公司？那他在哪儿11电台有个主持人2天写了3首金曲，总裁找他签约去了。又是他。你说你还有几千首金曲？对。如果真的是几千首金曲，一定会给公司带来几千亿的收益。可以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我需要你向我证明一下你的实力。早在你来之前，有5家唱片公司都来过了，什么周歌王、王天后都已经来找过谢奇了。既然如此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你们赶紧走吧，谢主持没有时间见你，你们走吧。等我把电台事情处理好。小琪，小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该不会在这个小电台上班吧？我就是在这个小电台上班。小琪，既然遇到姐姐了，就和姐姐回家吧。之前我们是对你有点误会，但那都是为了你好。为我好？你们心里装的都是谢佑安吧？还说什么为我好？算了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你们电台那个新主持人呢？我要见他。我就是那个新主持人。什么？我就是那个新主持人。就你在家里面污蔑佑安偷了你的作品，在外面还谎话连篇啊！就是，我们都没嫌弃你啊，是从底层长大的。但是你懂创作吗？那个主持人短时间内创作2首金曲，还写出那么引人入胜的故事，
就算佑安来了都比不过，怎么可能是你啊？连我都能看出他的实力，你们身为谢奇的姐姐，却不相信他说的话。口口声声说不嫌弃他，但实则满心满眼全都是看不起。我能证明谢奇就是那个电台主持人。什么？小琪，没想到真的是你！你那么有才华，为什么不早点跟姐姐们说呀？我早告诉你们，可是你们信了吗？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吧？你不过就是觉得我们忽略了你，所以才不给我们写作品。小琪，既然如此，你就跟姐姐们回家。从今以后，你就给姐姐们写歌、写故事，我保证你会和佑安一样优秀。真是不要脸，把白嫖说的这么冠冕堂皇。好啊，我可以跟你们回去，但是你们能给我什么报酬？我可以跟你们回去，但你们能给我什么报酬？谢奇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我们可是你的亲姐姐，给我们写作品，你还想要报酬？现在想起来是亲姐姐了，要不是谢奇现在有能力，你们都想不起来还有这么一个弟弟吧？好，那我代表华夏之声，给你1000万的报酬。我以为是多少呢，结果就只有这些。你再多加一个0，也比不上谢奇现在的身价。谢奇，你现在不过是一个新人，居然要1个亿的报酬，我劝你啊，做人不要太贪心。就是1个亿，连佑安都拿不出来这么多。谢奇，你哪来的胆子敢要这么多？谢佑安，他怎么比得上谢奇？什么抠抠搜搜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打发叫花子。小琪，大姐知道你创作能力很强，但你怎么可以联合外人虚张声势骗姐姐呢？骗？在你们眼里，我就是个骗子，说什么做什么，你们都不会相信。好，为了你的职业发展，1个亿，我出了。刚才1个亿，现在2个亿。2个亿？你怎么不去抢呢？小琪，大姐这都是为了你的发展，你一定要这么为难姐姐吗？为了他，我看你是为了你的私心吧。为了谢奇，我看你是为了你们的私心吧。我们家里的事，哪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插嘴？谢清哥，当初是你把我带回谢家的，也是你让我住地下室，吃残羹剩饭。在你眼里，我压根就不是人，我就是你们一条招来即去、挥之即走的狗。谢奇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大姐是怕你贪慕虚荣，你总不能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记恨大姐吧？小琪，你误会姐姐了，姐姐们都很爱你啊。爱我？那我在谢家受到虐待的时候你在哪？我被谢佑安抢走作品的时候你们又在哪？小琪，我知道你对姐姐们有怨言，但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污蔑佑安啊。就是啊，谢奇，你只是懂写故事和作曲，而佑安会写剧本和写商业企划书，你拿什么和佑安比啊？你说佑安偷了你的作品，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说佑安抢走了你的作品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渭城朝雨清柳色，斜楼逐风取春月。春日的雨点落在礁石，落在爱人的心头。这是小弟写给大姐的作品，还从来没在节目里读过呢。你要写雨就不能只写雨，要写抚着荷叶的连绵雨不绝，写海棠娇艳，蛙声片片，写少女心事的难言，苦里透着甜，最后陡然折笔，写出词的下半段，
存在说不出口的思念。难道那些书稿和策划书都是谢奇写的？佑安真的偷了谢奇的作品？守着珍珠的翅膀，却不好好珍惜，错把榆木当珍珠。我们走。江揽月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敢这样怠慢我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把我的费用提到1500万，我们之间的合作免谈。好啊，那我们的合作就此作罢。什么？我可是目前唯一的天王，没了我，你们上哪找人？我已经找到了比你更有才、更货真价实的天王。谢奇，是你？难道那个新的电台主持人也是你？没错，就是我。我会把我失去的全都夺回来，还不快滚！你真的相信我？哼，当然了，谢文安那个蠢货写不出来什么好作品。谢谢。为了促进我们的合作尽快进行，我在来的路上创作了一首歌。不着急，我看了你的体检报告，胃出现了点问题吧？你呢，现在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好，给我带来更大的价值。你是说，之前的那些作品都是谢奇写的？这怎么可能？奶奶，千真万确。谢奇他不仅在节目中当场创作金曲，他还说出了佑安写的没给人看过的稿子呢。哦，要真是他写的，那赶紧把人接回来呀！扶持你们，扶持我们谢家更上一层楼。可是我们之前那么对他，他还愿意回来吗？血浓于水，大断骨头连着筋，他凭什么不愿意回来？啊，奶奶，大姐三妹，你们快看手机，那个谢奇上电视了。造型娱乐最新签约一位谢天王，曾在电台直播中2天创作3首金曲。谢天王现已给周歌王、王天后等一众老牌歌手创作金曲。这才短短几天啊，他就创造出这么多金曲了吗？其余歌手纷纷求歌，谢天王来者不拒，只是发话，绝对不和谢家4姐弟合作。这其中的关系，看来是我们做错了，小琪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看来真是我们做错了，小琪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大姐，你怎么能说这是我们的错呢？是我们对谢奇的关心确实少了点，但是我们整天那么忙，他又一次没说过，我们怎么能知道他受委屈了呀？就是啊，大姐，他要是真像他说的受了那么多的委屈，他早就爆发了。偏偏现在才说，我看他就是故意的，想博取我们的同情。可是好了，大姐，就算谢奇真的有创造稿子和金曲的能力，他不还得靠着我们谢家的背景？我不相信，连商业计划书都是他写的，他不就是想博得我们的关心吗？我现在就去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回来跟我们一起吃饭，好让他继续给大姐你写稿。是啊，虽然我们对小琪有点疏忽，但是要他回家就能帮我继续写稿，那我就还是大夏第一主持人。你刚刚在媒体面前说永远不跟谢家4姐弟合作了，是不是过分了？毕竟月姐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自从他们把我赶出家门那一刻起，我就再也没有把他们当成我的家人。你们年轻人就是嘴硬心软。我给你放1天假，回去跟他们好好说说啊。既然你们自己找上门，那我就彻底跟你们做个了断。
大姐，你还真的亲自给那个白眼狼下厨啊？我可要吃醋了。那过几天我也给你做。大姐你真好，这次一定要和小琪和好，你注意点，别再说白眼狼这种话了。知道了。佑安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大姐，造星娱乐不愿意跟我签约，我实在是没地方去了。你能不能让我先吃2口饭啊？佑安，今天大姐亲自下厨的。对啊，快来吃饭吧。哎，佑安，这些年你一直偷小琪的稿子和金曲，对不对？你一直把我们对她的疏忽看在眼里，为什么你从来没说过？这些年你一直偷小琪的稿子和金曲，对不对？你一直把我们对她的疏忽看在眼里，为什么你从来没说过？大姐，你怪佑安干什么呀？他可是我们亲眼看着长大的弟弟，我们肯定是误会他了。大姐，我不是故意偷谢奇创作的，我是因为太害怕了。谢奇他才是你们的亲弟弟，又那么有才华，我怕你们知道他才华以后就不再疼爱我了。你说什么呢，佑安？不管怎么样，你都是姐姐的弟弟。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，打扰你们姐弟情深的大戏。小琪，你别误会，佑安他刚回来，他知道错了，他是来给你道歉的。道歉？小琪，你别误会，佑安他刚回来，他知道错了，是来跟你道歉的。道歉？佑安，谢奇，对不起啊，我这些年一直在剽窃你的创作，我向你道歉。谢奇，这样总行了吧？今天我们让你回来跟我们一起吃饭，吃完饭你可要给大姐写稿子啊。谢南之，你认为让我和你们一起吃饭是种恩赐？对以前的我或许是，但现在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我凭什么继续给你们写稿子？刚刚佑安不是已经跟你道过歉了吗？你不是都听见了吗？是，我是听见了，但这不代表我就要原谅他。是，我是听见了，但这不代表我就要原谅他，原谅你们。小琪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还在生姐姐的气呀？佑安都已经给你道歉了，你还要他怎么样？我这些年受了你们多少白眼，受了他谢佑安多少委屈，现在他一句轻飘飘的道歉，我就要原谅你们？做梦！那你到底想什么？既然你们知道错了，那就把这些年剽窃我创作所获得的钱通通还回来。我要的不多，10个亿。我要的不多，10个亿。你疯了吧？10个亿，这可是我们谢家这10年来盈利的总额啊！你不是看不起我吗？那就把从10年前接我回来开始，这10年我为你写的企划书的收益通通吐出来。就算商业企划书是你做的又怎样？这10年来不都是我在管理公司吗？凭什么把钱都给你？是啊，小琪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和佑安都是我们的弟弟。那你们扪心自问一下，我和谢佑安在你的心里是一样的。出了事，你们第一时间就袒护他，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错事，你们都无条件的原谅他，却从来没有想过多关心我一下。我在地下室里忍痛挨饿的时候，你们在哪？我胃出血被送进医院抢救的时候，你们又在哪？不瞒你们说，我这次回来就是来跟你们断定界限。实话告诉你们，今天我来就是来跟你们断清界限。小琪，你别生气，姐姐们知道这些年你受了委屈了，不过你放心，今后我们肯定会好好弥补你的。你要是担心佑安，那我们今天就当着你的面把佑安赶出谢家。大姐，你们要把我赶出谢家？好啊，
原来我对于你们也只是利用。谢若佛，如果你的剧本被爆出来抄袭，哼，你觉得你以后的身份还能保得住吗？谢南之，你以为你有了商业企划书就能高枕无忧了？谢南之，你以为你有了商业企划书就能高枕无忧了？你不觉得你那些商业企划书早就已经落后时代了吗？最近集团的业绩是不是一直在下滑？佑安，三姐可一直都站在你这边的。佑安，二姐也会一直保护你的。我们新的商业计划书，你是不是都已经写好了？哼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些都是谢奇写的，没有他，你们就等着身败名裂吧。谢清哥，感谢你让我看一场好戏。我原本以为你冰清玉洁，原来你只是比他们两个藏得深一点。沈游安虽然作恶多端，但他有句话说对了，没有我，你们只能等着身败名裂。好好享受你们现在的时光吧，我会亲手送你们下地狱。小琪，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忘了告诉你，我已经办了新的身份证，从今往后，我的家人只有我自己。